唉，有個朋友生日，知送咩樣好？不如送個古董鐘俾佢啊！嗰個舊閪樣，送鐘都有用過，冇大吉利是。點解唔可以送鐘啊？你記住啦，有4樣嘢冇唔可以送過，自尊呢隻富貴。嚇，邊4樣啊？聽住啦，第1樣就唔可以送鐘一支。中國人自古以嚟係好講求禮尚往來，有來有往，關係先會越嚟越好噶嘛。但係講到送禮就好頭痕啦，送啲乜嘢好呢？不過要知道嗱，有一啲嘢係唔可以送嘅，送咗人哋仲以為你喺度詛咒緊佢啊。咁第一樣就係送禮不送鐘啦。事關鐘嘅諧音係終點嘅鐘，送鐘即係等於送鐘，睬大家利是呢。好人好姐邊個想聽到人哋送鐘俾自己至得㗎？送咗過去，人哋都以為你詛咒緊佢BBQ啊，係咪？尤其係老人就知就記送鐘呢樣嘢，咁所以民間就有咗送禮不送鐘嘅講法。而呢個講法嘅由來係同一個盞鬼嘅歷史故事有關。話說喺戰國時期有一個小國叫做虬尤國，普通話讀草魚，但係唔好讀成草友喎。呢一個係國名或者係姓氏嘅特定讀法。亦都可以寫作呢一個虬尤。咁呢個虬尤國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度，又唔想外擴，又怕俾外攻，所以建喺深山野嶺裏面。但係晉國就想吞併呢個虬尤國，不過由於地勢實在係太崎嶇啦，好難攻打。咁點算呢？晉國六卿之一嘅齟伯就諗咗條屎橋啦，一於送鐘，送架名貴嘅鐘過去。不過送鐘可以滅國，呢兩樣嘢好似冇乜拉冧喎，係咪？但係虬尤國嘅君主知道晉國咁大嘅國度都送禮俾自己，所以就好開心咁應承咗啦。不過冇幾耐，虬尤國真係滅亡咗喎，唔通真係咁有效？諧音梗真係咁靈強？其實並唔係，係因為虬尤國嘅君主為咗迎接晉國呢一份大禮，所以專登開闢咗一條平坦嘅路。咁有咗呢一條喪鐘之路啦，晉國想攻打入嚟都易過借火啦，係咪？講白啲，其實就唔係關個鐘事嘅，係關個人事。但係經過呢個故事之後，民間就有咗送禮不送鐘嘅講法。咁送鐘就變成咗好唔符合我哋最初祝福對方嘅初衷啦。咁送錶得唔得呢？起天就話唔得，呢就話得，天長地久。咁第二樣又唔可以送乜啊？唔好送古董喎。點解呢？古董咁珍貴都唔得？啱知你真定假喎。古董肯定係好珍貴，好有收藏價值，有藝術價值同埋歷史意義。咁真嘢嘅話就係珍藏品，但係若然係假嘢呢，就係贗品咯。市面上都難免會有一啲古董嘅仿品，唔係一般人可以分到真假嘅。你試想下啦，咁如果送嘅人係出於好心，但係如果送出嘅係贗品呢，收嘅人嘅心就會唔舒服啦。咁如果送出去係真嘅呢，收嘅人又擔心你呢件嘢點嚟嘅呢？古董唔係應該喺博物館至啱咩？所以話無論送禮又好，收禮又好，送禮唔好送啲來歷不明嘅古董文玩。收禮嘅話，無論幾中意，你都唔好收啊，免得受無妄之災啊嘛。咁第3樣又唔可以送乜呢？唔好送啲舊衫舊褲當禮物。唔係啩？由細到大啊，啲衫褲都係代代相傳噶啦，嗰個唔啱着俾下一個啊嘛。送俾自己人就得，唔熟嘅人就唔得。點解唔可以將啲舊衫褲鞋襪送俾人呢？事關老一輩認為一啲舊衫褲係同破財落魄不幸扯上關係。咁若然將一啲舊衫褲鞋襪打包送俾人，係好唔老禮，亦都擔心對方會唔會嫌棄啊？係咪睇佢唔起啊？係咪唔尊重佢？仲有一個重要嘅問題就係健康衛生嘅問題，有冇細菌呢？所以為咗避免造成不必要嘅誤會，一般都唔會將自己嘅舊衫褲鞋襪送俾人嘅。咁但係如果係自己親人，又或者對方唔介意嘅情況之下送嘅話，梗係得啦。咁第4樣又唔可以送乜呢？唔可以送刀、送劍、送鉸剪。送禮一般都唔會送刀劍鉸剪呢啲利器嘢。一方面喺傳統嘅意義認為呢啲利器嘢係會傷害到人嘅，送俾朋友就好似割席咁，會切斷大家嘅關係，寓意係好唔好？而另一方面，咁呢啲利器嘢始終都係危險物品啊嘛，帶有戾氣，朋友收到都唔會覺得舒服。所以送禮物就千祈唔好送刀劍鉸剪等等呢啲利器嘢咯。
咁關於送禮嗱，亦都有人話送禮唔好送散，事關散嘅諧音係散，有分散、散開、失散嘅意思，係好唔老禮嘅。嗱，所以講意頭嘅廣府人通常唔會將散叫做散，叫咩呢？叫姐。嗱，亦都有人話送禮嗱，尤其係探病，唔好送梨，唔好送雪梨啊嚇。點解呢？事關梨嘅諧音係分離、離別啊嘛，咬一啖梨就好似離別分離咁，係好唔老禮嘅。咁送乜嘢啊？送蘋果，平平安安。仲有一種講法仲盞鬼，話送禮唔好送財神爺，咁事關送走財神爺，即係送走啲財氣啦，係唔好噶嘛。仲有人話送禮唔好送金魚缸，點解呢？事關金魚缸係裝水，水為財，金魚缸係聚寶聚財噶嘛，咁你將呢個聚寶盤都送扯咗，咪唔好咯。好似又有啲道理喎。所以睇翻嗱，古人講嘅四物不送人，子孫才會富，多多少少有啲道理嘅。因為送禮係一件好謹慎嘅事嚟噶嘛，一唔覺意就會起到反效果噶啦。不過我認為送禮最緊要講究嘅係有心，唔使幾貴嘅，最緊要係用心，適合對方先至係最好嘅。有句說話，物輕情意重啊嘛。嗱，好啦，到最後講下你嘅送禮心得係乜嘢呢？你又聽過有邊啲係唔適合送禮嘅呢？諧音梗有邊啲呢？你又覺得有乜嘢係可以送嘅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你記住，古老話落，酒不過人，色不過身，菜不過親。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酒嚟你邊個飲得幾多都得個。酒不顧人嘅顧有看顧顧及嘅意思，咁酒不顧人嘅意思即係話酒係唔會顧及人嘅感受嘅，飲幾多都係自己嘅事。嗱，酒係中華文化傳統，自古以嚟一啲喜慶嘅事，招呼親朋戚友，傾生意做生意都離唔開酒，無酒不成宴，無酒不歡啊嘛。但係少酌怡情，千祈就唔好貪杯咯，因為飲酒過度會麻痹人嘅神經，控制唔到自己嘅行為，甚至做出越軌嘅事，最終釀成大錯。例如話《射雕英雄傳》裏面嘅洪七公，武功夠晒高強噶啦，但係因為佢過度貪杯，錯過咗救上官劍南嘅最好機會，咁最終因為佢太內疚啦，所以自斷食指。又例如話張飛有一次守城嘅時候，咁因為貪杯醉到不省人事，俾呂布不費一兵一卒佔領咗徐州，命係保住咗，不過徐州就冇咗咧。仲有啊，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夠晒犀利啦，但係佢因為貪杯酒後亂性，打死咗一個叫做趙秉淵嘅朝廷命官。咁當時呢件事對民族英雄岳飛影響係好大嘅，不過後嚟岳飛經過呢件事之後就決心戒酒啦。仲有三國蜀漢名臣之一嘅呢一個名，普通話讀飛衣，粵語讀費衣。費字用作姓氏嘅時候，亦都可以讀秘嘅。咁禮衣邊加個位字，呢個字都係讀衣，粵語都係讀衣。衣字係有美好嘅意思，多數用作人名。咁呢個費衣都係衰係貪杯。喺有一次歡慶大會嘅時候，個個文武百官走嚟敬佢，咁佢自己都幾中意飲酒嘅，所以醉到不省人事。點不知俾呢個郭修有機會趁佢病攞佢命，趁佢醉到不省人事嘅時候，就攞把匕首刺傷費衣。經過幾日之後不治身亡。咁因為費衣嘅死，當時又令到好多蜀漢大臣都唔敢飲酒，因為驚小命不保啊。仲有好多例子講明貪杯真係會累事嘅，有啲酒品差嘅更加係醜態百出，害人害己，係咪？所以話酒不顧人，但係人就要顧及下自己嘅身體健康啦，適可而止，保持頭腦嘅清醒。咁識不顧身又點解呢？識字頭上一把刀啊！正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係唔好唔記得識字頭上一把刀啊！從古至今都有唔少英雄好漢，就係因為貪色，所以斷送咗自己嘅大好前途。例如話一月天子明光宗朱常洛就係因為衰鹹濕啦。鹹濕係粵語嘅詞彙，係粵語嘅講法，咁即係相當於普通話嘅好色咁解。咁話說呢個明光宗朱常洛等咗20年先至做到皇帝，但係因為佢衰鹹濕，對美色痴迷，過度縱慾，咁身體終於都頂唔順，做咗1個月皇帝就瓜咗咯。又譬如話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成為一方霸主之後，擁有88位妻子、2300幾位女朋友，比皇帝都仲要誇張。呢一種生活可以話係奢靡無度，但係最終洪秀全50幾歲就病死咗啦。
不過唔單止喺古代，現實生活中都有好多例子，因為好色搞到妻離子散，後生仔因為冇節制搞到傷害到自己身體，得不償失。所以話到咗一定嘅年紀就應該收收心啦，淡化慾望，照顧好自己嘅身體先係最重要。但係講開又講啦，點解色會傷身呢？有研究表明，若然一個人長期沉浸喺邪淫之中嘅話，會消耗體內嘅精華，心火過重，消耗腎水。神氣枯燥，所以色傷神又傷身啊！咁財不顧親又點解呢？再親嘅人只因為錢會反面噶。有句俗語：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喺金錢面前係可以好現實嘅，無論係幾好嘅朋友、幾親嘅親戚都好，一旦涉及太多嘅金錢利益關係，就會有糾紛啦。所以老一輩經常話：親戚朋友不共財，共財不來往。咁你回顧翻，從古至今係咪好多親兄弟因為爭家產搞到反目成仇、六親不認嘅呢？但係古人講呢句財不顧親，又唔係叫我哋要遠離財產，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話當你同親戚朋友有金錢糾紛嘅時候，就要知道啦，係你嘅始終都係你嘅，唔係你嘅嘢就唔好做啲違背良心嘅事去強求啦。畢竟親情勝過一切啊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但係我認為古人講呢一句酒不顧人，色不顧身，財不顧親，唔係話叫大家戒晒所有嘢，將呢啲慾望都戒咗嘅話，人生仲有咩意義？有咩開心？有咩追求嘅嘢呢？係咪？呢一段說話係想提醒我哋要適可而止，凡事要識得節制。酒好飲，但係切勿貪杯。好色而不近身，愛財更要親情。畢竟人生仲有好多值得珍惜嘅嘢噶嘛，係咪？咁好啦，到最後想同大家討論一個話題：點解紀曉嵐食煙飲酒又好色，可以活到80歲長壽呢？評論區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屋企有4樣嘢，冇謝備呀，謝備呀就會冚家富貴噶啦。邊4樣嘢啊？跟住啦，第一樣，個個屋企都有，好多人都有個 BB 床，冇謝備呀。BB 床即係新生兒用嘅嬰兒床，喺古時候叫座床，好多家庭都會有嘅吓。咁但係等到細佬哥大個咗之後，呢一張床可能就會抌埋一邊唔用噶啦。呢個時候難免會有人嚟問借床，咁換轉係你借唔借好呢吓？如果發生喺古時候，一般古人係唔會借，會婉拒嘅。咁點解呢？事關古人認為呢一張座床代表嘅係自己嘅香火。古代嘅座床亦都預示住多子多福嘅好意頭。若然將自己嘅座床都借咗出去嘅話，即係將自己嘅香火借咗出去，好有可能會旺自己嘅子孫咁話。所以古人要保存好呢一張座床，等同於保存好自家嘅香火，唔可以飄去到其他家。呢一個其實都好容易理解，相當於有啲家庭係咪仲保存緊、仲保留緊自己仔女用過嘅孭帶，一般都唔會用出去嘅。對於老一輩嚟講，就係香火嘅傳承、傳宗接代咁解。咁古人唔借座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事關古時候好多床啊、凳啊、椅啊都係自己整嘅，有用藤整，有用木整，有用竹整。咁閒置得太耐，放得太耐，有可能俾蟲蛀爛嘅，亦都有可能已經唔牢固啦。若然借咗出去，因為質量嘅問題傷到人哋嘅瓷固定金菠蘿嘅話，咁樣就變成好心做壞事啦。所以古人認為座床不能借。咁你又同唔同意呢？你又點樣處理自己閒置嗰張 BB 床嘅呢？留言分享下。第二樣，藥煲冇謝備呀，謝備呀就冇攞法。相信每個家庭都有藥煲，得閒煲下涼茶或者執兩劑補補身，係咪？尤其喺古代，呢個藥煲就係家庭嘅必需品。咁因為喺古時候醫學唔係咁發達，又冇西醫，老百姓都好驚有啲咩病，一有起病上嚟咧，就會日日都煲藥啦。所以喺某種程度上，藥煲就係疾病嘅代名詞。咁古人認為將藥煲外借再還翻嚟嘅話，就有送災禍嘅意思。呢一下古人就唔係咁中意啦。咁再加上藥性係唔同嘅，藥煲以前煲嗰啲咩藥材都唔知，肯定有啲殘留嘅成分喺度。咁萬一借咗出去之後，藥物發生相生相克嘅反應，咁樣就唔係咁好啦。借嘅人又擔心，俾借嘅人又擔心，所以出於安全嘅着想，為咗避免孭黑鑊，呢啲咁專用嘅私人物品都係咪鬼借啦。咁你又認唔認同呢？你有冇問人借過煲呢樣嘢呢？
咁第三樣又係乜嘢啊？拐杖又冇借俾呀？有冇人會將閒置嘅拐杖借出去呢？我諗都應該好少，係咪？因為拐杖係好私人嘅物品，係老人或者係行動不便嘅人嘅專用物品。咁喺古代，呢個拐杖相當於一個老人嘅老年證，代表嘅係尊嚴。咁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喺古時候漢明帝在位期間，曾經主持過一次祭祀壽星嘅儀式，請嚟嘅都係一啲年滿70歲嘅老人，無論係平民百姓又好，或者係達官貴人都好，只要係年滿70歲嘅都可以參加呢一次盛宴。咁你知啦，喺古時候年滿70歲係好少見，係好難得嘅。盛宴結束之後，皇帝仲送一啲酒肉穀米，仲有一副做工精美嘅拐杖俾呢啲70歲嘅老人啦。呢一個拐杖亦即係後人講嘅黃杖，又或者叫做鳩杖。呢兩個字普通話讀招章，粵語讀鳩杖。九字加個鳥字，普通話讀招，粵語可以讀鳩，亦都可以讀鳩。意思即係指一種好似斑鳩咁樣嘅鳥。咁點解會叫做鳩杖呢？事關呢一把手杖嘅頂端整成斑鳩鳥嘅形狀。咁聽講歷經1700年之後，呢個斑鳩嘅雕像仍然係咁新淨。可想而知，古時候呢一把手杖嘅做工係幾咁精美。所以一副拐杖係代表咗對老人嘅尊敬，亦都係長壽好運嘅象徵。咁點可以將自己長壽借出去啦？係咪？再講啦，咁用得拐杖嘅，除咗係老人之外，仲有可能係發生過災禍或者係有疾病嘅人。一旦借咗出去，就會傳遞一啲唔好嘅嘢啦。咁再加上其實借得拐杖嘅，有可能係已經冇人再用，亦都有可能呢個老人已經唔喺度啦。其實對雙方都唔係咁好嘅。咁出於種種嘅原因，都係唔好借拐杖啦。咁第四樣又係乜嘢啊？劏豬個刀就冇借俾呀，借俾呀就弊鳩噶啦。劏豬嘅刀，亦即係朱玉榮嗰把刀啦。劏豬喺舊陣時係好常見嘅職業嚟嘅，但係點解朱玉榮嗰把刀又唔借得呢？事關劏豬嘅刀，平時都係用嚟劏豬噶嘛，咁係見證咗好多血腥嘅，亦都係一個唔老禮嘅象徵。咁一旦借咗出去咯，亦都會帶嚟一啲唔好嘅嘢啦。咁另一方面，用刀嘅人有可能係一位廚師做美食俾人，但係亦都有可能佢係一把兇器。咁若然借呢把刀嘅人用呢把刀去做一啲傷天害理嘅事，你又係呢把刀嘅主人，到時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啊！咁再加上劏豬刀係朱玉榮嘅揾食架撐嚟噶嘛，將自己嘅架撐隨便咁借咗俾人，咪真係等於斷自己米路。所以喺古時候，劏豬刀一般都唔會外借。咁當然啦，依家生活條件好咗，正話古人講嘅4樣嘢，一般都唔使借噶啦。咁依家通常借咩呢？現實啲，借錢。又或者係借部車開下，又或者你有間吉屋，借間屋嚟住下等等嘅嘢。咁你又點睇古人正話講嘅4樣嘢不能借呢？你覺得喺生活上仲有邊啲嘢係唔可以隨便借？借咗嘅話就會連累屋企嘅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三生萬物逢七必變個。即係點啊？即係話好多嘢都有隻七字個。7×7=49，豬籠空7×2變，做七透七，仲有3溫7拍，人有7個好。係喎，一個星期有7日，結婚嘅7年之癢，7情6欲。個個都咁中意呢個7，咁究竟呢個7有咩奧秘呢？三生萬物逢七必變係咩意思呢？先講下三生萬物呢4個字係出自《道德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啊嘛。呢個二指嘅就係陰陽，咁三指嘅就係陰陽合和嘅產生。言下之意即係話所有事情嘅發生唔係單單只有正反兩面，仲有正反邪第三個方面。而三生萬物正正係陰陽嘅變化，所以有咗萬物嘅生長。咁平時好多事情都同個三有關嘅，例如話《三國演義》裏面嘅三顧茅廬唔係四顧茅廬，譬如話結婚嘅三拜高堂唔係四拜高堂，係咪？仲有三思而後行等等嘅例子，可以睇得出其實呢個三係好重要嘅，係包含咗世間嘅萬物，預言咗千變萬化。咁至於逢七必變又點解呢？六六大順呢個講法，平時我哋經常聽到、經常講嘅。咁現代人對於六可以話係有好執着嘅追求，咁梗係啦。六雙雙對對有3對啊嘛，六代表嘅就係順啦。喺易經裏面就有提到啦，
萬事萬物都經歷6個階段，此之為圓滿。咁七呢個出現就意味住發生咗變故咯。逢七必變唔單單只係數字七咁簡單，背後仲代表咗人類對呢個變故嘅恐懼。你睇翻朝代嘅興衰、事物嘅發生，又或者係人類嘅新陳代謝，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一齊嚟睇下呢個七字有幾咁神奇咯。第一個例子喺西方神話傳說裏面，上帝創造人間花費咗6日時間，喺第7日係休息嘅。就好似單休嘅朋友仔係咪上6日班，第7日就要休息啦。咁傳說中女媧創世先做6畜，喺第7日就創造咗人類啦，所以就有咗大年初七人日、人人生日呢個講法。你回顧翻歷史，周漢唐明4個年代，逢七就會達到一個登峰造極之境。史學家發現，每隔700年，華夏民族就會出現一次新嘅轉機，迎來盛世之治。又例如話牛郎織女嘅愛情故事，會喺每年嘅七夕相會，咁後嚟7月初七就發展成為中國嘅情人節啦。仲有早期同大家講嘅喺封建社會休妻嘅7出之條，仲記唔記得呢？分別係不孝順父母、無子、淫、盜、有惡疾、口多言同埋盜竊呢7個理由。仲有古時候嘅女子遵循嘅3從4德，咁3同4加起身，剛剛就係7呢個數字啦。咁對應翻喺生活上都逃唔過逢七必變呢個定律。譬如話7日為一個周期，咁一旦某隻股連跌或者係連漲7日嘅話，咁就會發生變化啦。好多人就會睇準呢個規律嚟賺到自己人生嘅第一桶金。再舉多個例子，呢個七似乎同生死有關嘅。正話都講咗，咁女媧喺第7日做人啊嘛，所以大年初七係人嘅生日啦。咁喺民間嘅風俗裏面，認為呢個七係同喪葬有關，話人過咗身之後，靈魂就會喺民間漂泊7日嘅，到咗第7日先至轉世，咁所以喺第7日就會為死者做七啦。按照7日為一個周期嚟計算，從頭七開始。呢個頭七嘅七指嘅就係第一手嘅意思。咁按照頭七開始，一直到749日。意味住一段生命嘅結束，同時亦都意味住一段生命嘅開始。咁喺佛教裏面，亦都有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嘅講法。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喺菩提樹下經過749日先至覺悟嘅。唔單止中國廣泛應用呢個七，就連西方都好慣用到。咁西方文化裏面就有7重天呢個講法啦，話人瓜咗之後就會上天堂嘅。但係就會按照人嘅本性人嘅善惡同埋信仰嚟分7個等級，仲有7宗罪、7美德等等嘅講法。喺西方文化裏面，7係象徵住神聖同埋吉祥嘅寓意。咁佢哋係好中意7呢個數字，相當於我哋咁中意8一樣。咁你睇翻呢個7字，普通話讀黐，粵語讀七。7係數詞6加1嘅總和。咁平時如果寫一啲單據或者鈔票上面嘅大寫，就會用呢一個7啦。粵語裏面都好慣講7嘅，譬如話7國咁亂，即係話非常亂；7個一皮，即係話好混亂、好忙碌咁解。咁前7即係指老爺車啊，一眼關7，即係話可以照顧到多方面嘅情況啦。咁食7咁食，即係形容佢狼吞虎咽啊。咁你又知唔知道老廣講嘅依撈7係點解呢？咁喺呢啲例子、呢啲典故習俗當中，就可以睇得出古人對呢個7係情有獨鍾嘅。喺古人嘅觀念裏面，7就係代表完美、吉祥、財富、好運、夫妻和諧等等美好嘅寓意。但係咁多個例子，你覺得係巧合啊，定係冥冥中天意呢？三生萬物逢7必變呢一個規律，你覺得有冇道理呢？其實係冇更加有力嘅依據去支撐嘅，但係既然存在得，就有佢存在嘅價值同埋意義啦。呢一種思想係代表咗古時候嘅人對於一啲未知嘅嘢嘅寄託，因為未知而恐懼而驚慌，所以就出現咗三生萬物逢7必變呢一個規律啦。咁與其你話呢句說話係神奇，倒不如話佢喺度警醒緊我哋。人當面對順境嘅時候，就要識得居安思危啦，堅持提升自己嘅能力。就算發生變故嘅時候，自己都可以從容面對一切，向好嘅方面發展。呢一個先至係逢7必變帶俾我哋重要嘅意義。咁你又點睇逢7必變呢一個思想呢？你覺得真定假嘅呢？喺生活上有邊啲同7相關嘅例子啊、習俗啊同埋典故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
你記住，一個人到49歲，有3個地方冇去咁耐。邊3個地方啊？聽住咯，第一個燈紅酒綠個地方冇去咁耐，去得多人都喪晒心噶啦。老祖宗教落人到49，三地別久留。首先第一個地方就係指嗰啲燈紅酒綠嘅娛樂場所，不宜久留。人到咗40-50歲，多多少少有啲成就，有啲錢揸拿，咁間唔中都會想去啲娛樂場所放鬆一下 ，happy 一下，都係好正常。但係人到咗49歲呢個年齡階段，就要識得節制而有分寸啦。咁適當放鬆係可以嘅，但係就唔應該經常沉迷喺酒吧、KTV 呢啲夜夜笙歌嘅地方。唔可以話淨係顧住放縱玩樂而混亂咗正常嘅生活規律噶嘛。咁你試想一下啦，49歲人仲喺度貪圖享樂，沉迷喺燈紅酒綠呢啲場所，成何體統至得噶？一唔覺意搞壞咗名聲，你叫你仔女點面對至得噶？所以話人到中年，娛樂場所不宜久留，唔好過度沉迷，要注意勞逸結合，咁樣先會健康長壽噶嘛。咁第二個地方呢，冇去咁多酒局傷身啊！呢個酒局係特指勸酒拼酒嘅飯局，不宜久留。咁後生嘅時候，經常同一班豬朋狗友係咪飲飲日日都係好正常嘅，開心啊嘛，正常社交啊嘛。但係人到咗45歲嘅時候，就盡量少參加呢啲酒局啦。咁飲酒傷身，酒後亂性，咁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如果人到中年，仲經常去參加呢啲勸酒嘅飯局，除咗傷身之外，其實對於呢個年齡階段嚟講係毫無意義嘅。呢啲場合亦都飲唔出真心朋友，飲唔出合作機會。咁更何況到咗49歲，仲要靠飲酒去維持呢一段關係嘅，咁相信都好難成功啦。再講啊，人到中年，身體各項機能都開始下降，已經唔再係3杯不醉嗰個後生仔。如果喺呢個時候仲經常去參加啲酒局嘅話，飲得多肯定會傷身，引發各種嘅疾病，仲要醉到屋企人擔心你照顧你，咁就係得不償失啦。所以話人到中年，千祈唔好經常流連喺呢啲酒局之中。無論係乜嘢朋友邀約你都好，為咗自己嘅身體，都要適當去拒絕一啲毫無意義嘅酒局，同埋一啲已經唔需要再維持嘅關係。只有照顧自己，注重好自己嘅身體健康，先至係最重要。順便講下呢2個字，經常有朋友仔問點讀，普通話讀書照，粵語讀酗酒，亦都可以讀去酒。咁呢2個讀音喺粵語字典都有收錄，但係千祈唔好讀成空酒喎。酗酒係指冇節制咁飲酒發酒癲，呢一個係不良習慣嚟嘅，對個人對社會都有影響，千祈唔好酗酒啦。咁第3個地方呢，冇打啤入賭酒輸啊！咁49歲已經係過咗半世嘅老人，正所謂50知天唔明啊嘛。若然喺呢個年齡階段再用一啲不切實際嘅賭錢方式嚟幻想暴富嘅話，咁就應該要反省下，屋企人都應該要阻止。講到賭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話說喺明朝嘅時候，有一位中年阿叔，佢唔單止肯賭，仲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敗家仔。佢可以一夜之間敗晒成副身家，咁最後淪落到點呢？去當鋪當咗自己病咗嘅阿爹，喂，人哋當老婆，佢當老豆，係咪？認真夠僵啊！但係佢老豆唔係一般人嚟嘅，佢阿爹後生嘅時候咧係好有本事，眼光好獨到嘅，係鑑別古董嘅專家。無論係乜嘢古玩到佢手中，只要俾佢摸一下、望一下，佢就知道係真假。呢個當鋪老闆都好識貨喎，真係將佢阿爹買咗落嚟。咁果然不出3年，呢個阿爹憑住自己個人嘅本領，幫當鋪老闆賺到盆滿缽滿。咁睇翻嗰時候賣阿爹嗰個敗家仔啊，一早就將嗰份錢輸清光啦。所以你話啦，沉迷賭嘅人最終全盤皆輸，輸嘅係自己嘅人生，輸嘅係一個家。無論係乜嘢年齡階段都好，都唔應該沉迷賭。咁更何況到咗49歲呢個年齡階段，已經係成熟噶啦，已經有一定嘅閱歷嘅人。咁更何況人到中年已經冇賺錢嘅能力，咁若然再去賭，賭輸咗嘅話，晚年就會好淒慘。所以要更加清醒，更加遠離賭博，做一個實實在在嘅人。所以你睇翻老祖宗講嘅人到49，三地別久留呢句說話係有啲道理。
人到中年係唔應該仲沉迷喺娛樂場所或者係酒局牌局呢啲咁樣嘅地方，咁樣只會留俾自己子孫後代一個不思進取、遊手好閒嘅不良風氣，對成個家庭嘅和諧都會有影響。嗱，又唔係話人到中年就要認老啦，到中年就要杜絕一切嘅慾望，唔係咁解吓，而係中年有中年嘅娛樂方式、解壓方式都有好多噶嘛。你可以飲酒改為飲茶，娛樂場所改為吹水啊嘛。人到中年應該有更加好嘅判斷能力同埋自控能力，更加要識得自律，脫離不利自身嘅場所，喺乜嘢年齡階段做該做嘅事，為自己子孫後代做好榜樣，咁樣嘅晚年生活先至會幸福噶嘛。你話啱唔啱呢？咁好啦，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你對於老祖宗講嘅人到49三地別久留呢句說話有何見解呢？你有冇經常去呢3個地方呢？留言分享下，我哋評論區見，下期再見，拜拜。你記住屋企嘅4樣嘢，咁咪家破人亡噶啦。咁緊要邊4樣啊？聽住我第1樣，漂早飲凍吹，始終有日衰。咁漂即係點啊？漂即係去滾啦啦，咁去賭又點呢？爛賭鬼啊啦，日賭夜賭，3A 都冇件好。咁飲呢？去飲酒噶啦，日飲夜飲到震震昂昂噶啦。咁去當呢？去細路當冇嘢嘅做個人啊啦。我又問你啦，去猜係咩樣？知嘅話答咯喎。老祖宗教落家有4樣，不破也亡。咁第一樣就係家庭成員沾上惡習。呢個惡習即係阿婆正話講嘅嫖賭飲當吹，隨便沾上一樣啫，都有可能搞到家破人亡。就攞賭博嚟講，中意賭嘅人都係想揾快錢嘅心理，想不勞而獲嘅心理。咁一旦染上咗賭博，分分鐘會輸到傾家蕩產。自古以嚟冇邊個爛賭鬼唔係搞到家破人亡嘅。例如話唐朝歷史上年紀最細嘅皇帝唐僖宗，佢亦都係被號稱為歷史上第1大賭徒。佢敢認第2，冇人敢認第1噶啦。12歲就做咗皇帝啦，咁享年得27歲就瓜咗，一直賭到死為止。開心又要賭，唔開心又要賭，冇條件嘅創造條件都要賭，每日通宵賭，鬥雞啊鬥鵝。咁若然冇場地嘅話，就整個場地出嚟都要賭。咁人哋做皇帝上朝係批閱奏摺噶嘛，但係唐僖宗就唔係啦，佢上朝同大臣去賭，邊個賭贏咗，邊個就可以做官。可以話唐僖宗已經賭到喪心病狂嘅地步。直到後嚟黃巢起義軍佔領長安城，咁唐僖宗就着草去咗四川。去到四川之後，竟然俾佢成功戒咗賭。原因就係因為窮啊嘛。咁之前成副身家都俾佢輸清光敗清光啦，着草嘅時候仲邊有錢賭呢？後嚟就賭癮變成咗酒癮咯，日日飲到醉到老豆姓乜都唔知，飲到不似人形，咁之後仲病死咗。當時候佢只係得27歲啫，所以話賭真係會成癮嘅，呢啲癮係好難搣得甩。咁若然成咗癮嘅話，就會變成無底洞，永遠都填唔完。若然有呢啲惡習咯，盡早要杜絕佢啦。咁第2樣又係乜嘢呢？家庭不和咧，兩公婆日日都嗌交啊，個家庭就好快散噶咯。正所謂家和萬事興啊嘛。若然一個家庭兩夫妻係唔和睦嘅，經常嗌交，因為小嘅事情大家互相猜忌對方，矛盾就會變得越嚟越多，一個家庭都會處於一個緊張嘅狀態。咁喺咁樣嘅家庭氛圍之下，呢個家庭又點可能發展得越嚟越好呢？你話啱唔啱啦？咁第3樣又係乜嘢呢？兄弟不和啦，兩兄弟日日都嗌交，做父母好難做噶。兄弟不和可以話係一個家庭裏面最大嘅悲哀。咁兄弟原本就係直系血緣親屬關係嘅，本應該係互相扶持、和睦共處，呢個家先至會發展得越嚟越好，先至會興盛噶嘛。但係如果兄弟之間因為錢銀嘅嘢，因為利益嘅嘢，搞到反目成仇，甚至係對簿公堂嘅，你叫做父母，究竟企邊邊至好呢？父母嘅心酸邊個明呢？手背又係肉，手掌心又係肉，唔通真係要搞到老死不相往來咩？係咪？所以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啊！咁第4樣又係乜嘢呢？為老不尊，教壞子孫，所以話個家庭而家教好就得個。家風呢2個字，大家一定要識。
普通話讀家風，粵語讀家風。咁家風又叫做門風，指嘅係一個家庭同埋家族世代相傳嘅風尚、生活作風，即係一個家庭嘅風氣。嗱，一個家庭嘅家風教育係好重要嘅，家風不良，後人嘅素質都唔會好得去邊，咁呢個家就好容易會遭受災禍啦。嗱，其實家風同家境係冇關嘅，家風係父母同祖輩俾屋企嘅後人樹立嘅價值準則。所以如果為老不尊嘅話，真係會教壞子孫嘅。咁呢一方面，作為長輩就要做好榜樣咯。亦都唔可以過分溺愛子女。點樣為之溺愛呢？譬如話一味咁縱容仔女犯錯，就算佢有錯都唔去糾正佢，唔去懲罰佢，對佢有求必應，佢要買乜就要買乜，淨係識得遷就佢，一家人成日圍住佢轉嘅。咁到頭來只會變成生骨大頭菜，縱壞晒啊！令到佢哋長大成人之後一事無成，誤入歧途，影響一生啊！記住一句說話：無教而有愛，終為大德。有研究表明，人嘅一生70%嘅情緒都係同家庭有關嘅。人嘅精神內耗大部分都係嚟自家庭嘅瑣碎事。你試想下啦，返到屋企見到婆媳關係唔好嘅，夫妻唔和睦，仔女唔聽話，兄弟姐妹不和等等家庭不和嘅情況，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個家又點會興盛呢？你都將全副心思擺喺調解家庭矛盾裏面啦，仲邊有心思去打拼自己嘅事業呢？係咪？所以如果想安心打拼嘅話，就要先安頓好家庭啦。所以喺《禮記》裏面有句說話講得好好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思即係話，只要將自己嘅家經營好嘅人，先至會將個國治理好，咁樣先係叫和諧太平。咁其實睇翻呢一句，家有4樣不破也亡。其實呢4種情況，每個家庭多多少少都會有嘅吓。咁若然真係出現呢啲情況嘅話，就要一家人平心靜氣坐落嚟，好好溝通下啦。只要一家人齊心協力、團結嘅話，冇嘢係解決唔到嘅。只有家庭和睦，先至可以萬事興隆。咁正話講嘅4種情況，4樣嘢，你家庭又有邊種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